朋友们好，这是一颗巧克力文心兰，属于文心兰当中呢，比较常见的一种，但是它的养护呢，也并不简单。我这颗呢是去年南展上得到的一盆巧克力文心兰。拿来的时候呢，它还很小一颗，是那种最小号的那种盆装着的。当时呢也开了一杆花，开了将近1个月吧，从南展上拿到家里，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就凋谢了。我把花杆剪掉以后呢，养护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现在呢，应该是第11个月，就是我拥有这一颗巧克力文心兰的第11个月。那它现在呢就复花了，而且呢花开得非常美。当时它的花凋谢了以后呢，我就剪掉了花杆。大概到了5、6月份以后吧。我就开始把它移到户外。起初呢，我也只是给它就是养蝴蝶兰的那些肥水，给它随意的浇一浇。那在1、2场雨后吧，初夏的雨以后呢，它的那个就是球茎就开始膨胀起来，越长越大。我都没有想到它的球茎能长那么大，就是像一个婴儿的拳头那么大了。很漂亮，那个球茎啊，长大的时候看上去特别漂亮，像青苹果那样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很饱满，看上去呢其实也有美感。那之后呢，我也仍然是给它用蝴蝶兰簇花的专用肥，给它1、2周施一次。其实我并没有非常在意这一盆花，把它放到户外呢，也没有给它换地方，就是放在户外稍有遮阴的地方。其实它，我给它的阳光算是多的，因为那个遮阳伞我有时候会忘记打开，所以其实它每一天都能够晒到上午11点以前的阳光。在夏季的话，这个阳光是挺厉害的，虽然有遮阳伞，大多数时间有遮阳伞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忘了，倒也没有给它晒出问题。大约10月份的时候，我准备把所有的花都移到户内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它抽出了一个小小的花芽。那之后天气转凉，在夜晚气温低于10度以后呢，低于10摄氏度以后，我就将它移到室内，光线比较明亮的地方了。随后呢，就看到它的花芽一天天在长大。它的花剑长得还真是不是那么快，从去年10月份一直长到去年年底吧，今年年初才开始开了第1朵花。这期间呢，它一直在抽花剑，慢慢的一根花剑越长越长，然后出现花苞，然后花苞开始从芝麻那么大长到像现在这个黄豆这么大吧，然后开始开花。这个过程呢有将近3个月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几乎不给它施花肥了。可能在它的花芽还没有完全分化，就是看上去只有芝麻那么大的时候呢，施过1、2次，随后呢几乎是不施了，就很淡。或者是就是非常淡，就是给别的花施完肥以后，那个水又兑上
清水在给它浇的。那现在它的长势呢挺不错，我当时之所以还会在它抽了第一个花剑以后还施肥呢，是期待它能抽第二根花剑，但是它没有了，就是这一根花剑呢越长越蓬勃，长得呢确实是很好，然后现在呢花开的也很美，很漂亮。它的花苞呢下半部分有一点淡淡的棕色发亮，像刷上了油漆一样，然后下面半部分呢是黄色的，然后张开以后呢花瓣呢一半是巧克力色，然后还有一半是雪白的，花蕊呢是黄色的，非常漂亮的巧克力文心兰。虽然说起来它是比较普通的一种，但是能把它养开花，而且养的就是花开的这么美呢，我一开始呢也没有想到。因为我曾经呢养文心兰养失败过，但是曾经的那一次失败呢，给了我一本非常丰富的教科书。所以从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当中呢，我总结出来了一些方法，就是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首先我不会呢再让它空根，也就是说浇水比较及时。另外呢也不会把它完全放在室内，在夏天还放在室内。那夏天呢是把它拿到户外去的，它很喜欢户外的环境，甚至于淋一两场雨其实对它没有任何影响，反倒是呢它原来比较小的球茎呢就越长越大了。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吧。淋过雨以后呢，第二天看到我还是注意把它那个里面的水呢，盆底的积水我觉得太多了是会倒掉的，我不会让它一直3天5天都有积水，最多泡1天吧，就是头一天下雨，第二天没有及时倒，最多是这样。那我觉得它呢像这样的湿润呢它是很喜欢的。另外户外呢夏天的温度像我们这边户外夏天通常是摄氏25、6摄氏度，它也非常喜欢，这样呢它就长得越来越好。球茎饱满了以后呢，就意味着它能够抽花剑，而且花也会开得很丰富很漂亮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